还有几天的时间，我需要将我手里剩下的钱全部花掉。第二天，我开始准备末日到来后最重要的东西——食物。我倒是没想过去薅网袋什么的。第一，这些东西我也不太会；第二，我也保不准真的会发生什么。泡面和方便火锅是我的首选，这些东西保质期长，味道重，便宜，囤一些总不会错。一方面我确实没什么钱，另一方面车上也放不了太多东西，我只能计划着买。如果真的末日来临，我就边打野边生存。我来到了肉类批发市场，蛋白质是我和瓦力不可缺的。我买了100斤的肉，并让商家真空包装，希望能放得久一点。接下来的是油、大豆油、菜油，一样来了100斤。土豆、红薯这些蔬菜能保存得很久，也在我的选购计划之内。糖是很重要的战略物资，在不同的超市一共买了50斤左右放在车上，还有纸，各式各样的买了很多。我是个烟民，买烟才是最头疼的，不可能在一个店里买很多。然后就是买药了，常备的感冒药、消毒药、酒精、止痛药，每个药店我都去买了一些。还有瓦力的狗粮，虽然瓦力什么都吃，不挑食，我还是给他准备了2大袋狗粮，1箱狗罐头，还有一些磨牙棒和宠物用药。最后我去买了一些防身的武器，消防斧，以防万一。我把物资都搬到了车上，把所有的储存空间都放满了，能支持我和瓦力3个月生存。希望那时候一切会好起来。做完一切，我围着车辆来来回回的检查了很多遍，加满油箱，充满电，最后到了自己一直没去过的高档餐厅，大几百的餐。我以前真的舍不得，今天就了却这个心愿。夜幕已经降临，一切都快到来了。走在城市的角落，热闹的街道车水马龙，商贩们叫卖着商品，路边的小摊上食客们杯弓交错，好一番人间烟火的景象。我拿出手机，默默地记录了好多街头的照片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自己的未来，自己的生活。我做不了什么，也不想去做什么，我只希望所有的一切都不发生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1个月的期限如期而至，提前1天的晚上，我上了中考，悄悄地出了门。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郊区远山的一个露天大坝子。前些年山顶上有几个老板搞旅游业修路的时候，我曾经拉过很多建材。在那座山的山腰有一片很大的平地，当时是卸货堆货用的地方，那里人烟稀少，还毗邻一条河，是一个很适合生存的地方。后来因为发生疫情的原因，旅游业也荒废了。清晨，我们终于到达了这里。我将车停好，下车伸了一下僵硬的身体。瓦力兴奋地在地上闻来闻去。如果末世真的来了，就先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，最后沿着山间的公路走省道，沿途有不少的加油站和商店，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补给。车的旁边就是河流，短时间内取水用水都会比较方便。车的另一侧是密密麻麻的树林，这些树木也能成为很好的燃料。下午，我带着瓦力往树林里走了一会儿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。还没走多久，突然瓦力开始警觉吠叫，我一下捂住胸口，这种感觉很压抑。抬头看了一下天空，已经是乌云密布。我赶紧带着瓦力往回跑，几分钟的时间就跑到了车里。密密麻麻的雨点开始落下，大概10分钟过后，天空陡然变暗，就像日食一样。肉眼可见的1分钟内，天黑了。雨不算大，温度下降得非常快。我赶紧打开空调，设定为22度，马上烧了一壶开水，泡了一杯热姜茶，给瓦力掰开了一个热包子，掺着狗粮。温度计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进行下降，半个小时后温度就只有5度了。8月份这样的温度变化让人匪夷所思。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打开了笔记本电脑，新闻网站一个大大的通告弹了出来：太阳耀斑，极寒天气来了，终于来了。看新闻的功夫，外面的雨已经变成了雪，瓦力冷得缩成了一团。我关好了所有的窗户，空调虽然开着，但温度起来太慢。我直接打开了柴油暖风机，这种高原使用的暖风机非常暴力，能瞬间把温度拉起来。我开始频繁浏览网上的信息，网络上的消息也越来越可怕。城市道路开始变得空荡荡，到处都是人们抢购物资的场景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准备的。突然，我看到了这辈子没法忘记的东西。视频里一种暗红色像是变异的东西涌出下水道，四处攻击人。还没看完，互联网就断了。我看了看平时跑长途的微信群，也无法再发任何消息。我赶紧将收音机拿了出来。市民朋友们，请关好门窗，在家里等待救援。我瘫在沙发上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办。这时候手机响了起来，看来通讯还未中断，只是5G 网络断了。接起来是张浩的声音：秦哥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的提醒，我们家准备了很多东西。我给你打电话只是因为一件事情，你应该在其他地方不了解市区的情况。只要被那怪物沾染到人，会变成什么？死去的人就会再活过来。不是活过来，是变成丧尸。你应该看过类似的片子吧？和片子里一模一样。我大脑轰的一声，极端天气加上怪物还不够，居然还有丧尸。秦哥，谢谢你之前提醒我，我也有个礼物送给你。方盘下面有一个红色的小按钮，在一个暗格里面，按下去以后车身会通电，电压足够送给你电烧绝大部分的碳基生物吧，只是用电量也会很大。第二天一早，瓦力就叫醒了我。
我知道他一定是想出去上厕所了。在温暖的空调暖风中，这一觉睡得还算踏实。我将窗户的遮阳板打开，外面已经有一些积雪。再三确认周围没有危险后，我将门打开，放了瓦砾出去让他自行解决。我则爬上车顶清理积雪，让太阳能板能正常工作。清理完积雪后，回到车上，我拿出了一袋豆浆粉，又在冰箱里拿出买的包子，在微波炉里叮了一下，美美的享受早餐。瓦砾在雪地里高兴地撒着欢，怎么叫都不回来。在这深山老林，末日倒也显得平静。我一边吃饭，一边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信息，网络却依然被限制。突然，瓦砾在外面疯狂地吠叫着，我警觉起来，立马起身打开遮阳板查看，却看不到瓦砾，情况不妙。我马上穿上厚衣服，拿起消防斧出了门。下车后看不到瓦砾，不一会儿，远处瓦砾向我这边跑来，似乎发现了什么。我听到了汽车的声音，声音是向着我们的这里开过来的。不一会儿，一辆中巴车开了过来，瓦砾用叫声警告对方，我则握紧了消防斧。中巴车在我不远处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从驾驶室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，40多岁模样。不要激动，我不是什么奇怪的人，我只是一个旅行者，我正在带着我女儿旅行。你们旅行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这里可没什么风景和名胜古迹。我叫李志恒，是医大的老师。这是我的女儿李麒麟，遇到出来旅行。刚才看到那只狗，以为没人要才跟上来，我们绝对没有恶意。爸爸，你们也看到了，现在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测的灾难，灾难面前所有人都要保持警惕。为了我劝你们都好，重新找个地方。我知道你的顾虑，只是我们很累了，天也快黑了，现在网络已经被限制了，可能我也有你需要的一些情报。如果可以，请允许我在这里休整一些，不行的话，我现在就走。我本来还想拒绝对方，可就在我开口之前，瓦砾丝毫没有给我面子。他在女孩旁边摇着尾巴，他能感受到人的善恶。好吧，只是这冰天雪地的，我们要在哪里交换情报呢？我可不能邀请你们上我的车，我也不想到你们车里去。这时，女孩从兜里掏出一个对讲机，递给了我，并说各自在车上交流，这样我们都安心。那是昨天发生的事情。据李志恒说，昨天的时候突然黑云压顶，温度迅速下降。起初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异常天气，可没过多久，街道上开始出现密密麻麻像老鼠一样的动物，这些动物见人就咬，街上出现了混乱。当时的李志恒正带着女儿在市区，见到这个状况，赶忙到了附近的一个商场里。商场保安关起了大门，情况这才安稳一点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李志恒和女儿夹杂在混乱的人群中，开始在商场里抢购物资。然而，他们在商场的地下停车场遇到了更为恐怖的一幕。混乱中，李志恒听到有人喊救命，本着职业本能，李志恒开始还在救治那些被咬伤的人。不过很快，李志恒就发现情况不对。我很确定，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。这种病毒通过撕咬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，过不了多久，被咬的人就会被感染。这种病毒应该会破坏大脑的神经，让人变成行尸走肉的样子。通完话后，我坐在沙发上打盹，很少这样无所事事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又听到对讲机发出声音：“哥，还没问你的名字，我们下午做饭，过来一起吃点。”小哥，来一起吃一点吧。和李志恒聊天才知道，女孩的妈妈走得早，一直都是他做饭。条件限制，凑合吃点，别嫌弃。女孩叫李麒麟，给我弄了好大一碗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谢谢，我叫秦简。李大哥，你手艺真不错啊！对于之后，李大哥你有些什么打算？刚才我又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。不瞒你说，这个事儿它也不好控制。现在街上倒是没什么人了，现在街上可活死人不少，都是那些像老鼠一样的怪物导致的。老爸，那是丧尸，我看过很多丧尸片，这些就是丧尸。这个时候就该多囤点东西，找个安全的地方猫着。抖音上面这样的短剧可多了。你还笑？我们都回不了家了。正当我们聊天说笑，突然远处的城市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。我赶忙走到路边，看到远处的城市中升起了黑黑的烟，失控。李大哥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。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还能去什么地方？有人来不是更好吗？城里这样一定是失控了，才会爆炸声一声接着一声。城里的人会向着城外四处逃。这座山不是什么秘密，又连通省道，
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很多有暴乱。老爸，秦大哥说的对，这样的片子我可看的不少，到时候都是杀人放火。你是个好人，能在第一天就遇到你们也算是缘分。我是跑长途车的，对我熟悉。现在我要沿着各山孤路到省道去，然后往人少的乡站走。如果你信得过，我就跟着我；信不过，你们也赶快往人少的地方走吧。信得过，当然信得过。好，秦大哥，我们听你的，我们一起走。李麒麟递给我对讲机充电座，我们收拾好东西，都上了各自的车，发动汽车，我们要马上离开。李大哥，跟着我，我们出发了。末世果然是到来了，我知道我不能后退。末世对我来说是第一次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第一次，可生命只有一次。